好，到了。Hello，各位小伙伴，大家好！麦帅哥到了高知，我们现在来吃晚餐。我们来这里最有名的红人市场，你看，它就是属于这种美食街哈，然后每一家摊贩都在旁边。噔噔，第一个完成。乌台饺子好像是这里的著名的美食。这好好吃哦！哇，那个饺子皮好薄，然后全部是脆的，一咬下去，里面的肉，哇塞，超好吃的！哇塞，颠覆了对这种饺子的认知。哦，哇，肉这么多哦，牛肉，牛肉太好吃了，我也觉得好好吃。真的哦。这个为了吃这一餐哦，让我每天住豪宅、开豪车我都愿意。你们可以又来了一个，这个是什么？海苔酥，海苔酥，来试试看什么味道。有点在吃那种类似虾味鲜那种零食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这个红人市场就吃到这里了。其实这里很多很好吃的东西，我们买了3、4家，每一家踩雷也不错。本来想说这种市场80%的都是骗观光客钱的，不会，真的好吃。好，那个跟呢，等一下我们这个餐吃完就回饭店。明天呢，应该会在高知这边去到那个人定川。Hello， 各位小伙伴，大家好。麦帅哥呢，现在在4国的高知。那今天呢，麦帅哥要去高知最出名的一个景点，叫做人定川。哦，那里有一个号称干净度是全日本前3名的河流。好，然后之后呢，我们可能会去一个园艺博物馆，就是可以吃一点西瓜啊、哈密瓜之类的。那就是今天的行程。其实麦帅哥出国玩啊，我很喜欢去一些我没有去过的地方，然后晚上呢或者白天。趁着还没出发的时候，到处去逛逛街啊，散散步，看看这城市长什么样子哦。毕竟我们人生在世出国旅游机会不是非常多。那有机会的话呢，就是在把各个地方的景点呢，都把它好好的欣赏看一遍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等一下就要出发了 ，Go！好的，各位小伙伴，麦帅哥现在在人定川的路上呢，然后在一个休息站，就是他们所谓的道之驿。这个道之驿呢，是麦帅哥这是到日本来介绍的第3个道之驿的。麦帅哥很推荐大家一定要进去看看，因为它的道之驿呢都是当地的农特产或者是一个特殊主题。像麦帅哥前几集有介绍过一个水族馆的道之驿，它甚至有免费的企鹅可以看。那或者是有免费的风景啊，或者是卖它很地方的一些农特产这个地方就是卖农特产的，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有什么农特产。哇，好多番茄哦！高知这边呢，其实还是产番茄的，你看这里还有很多他们当地的花卉还是番茄。哇，还有草莓、柠檬、橘子、葡萄柚。哇，这个大白菜、猕猴桃吗？这是他们的腌制的菜。这是章鱼，明太子章鱼、三明治、猪肉、鸡肉。来自逛这种道之驿呢，它的里面的东西不会像说我们去世界其他地方都一样，很多景点它的纪念品还有吃的东西都同质化了。他们在日本这里把这个做得很好，而且大家可以看这里消费的人非常多，都是本地人，所以它不只是给过路的游客买东西而已，他们当地的居民也把这里当成一个超级市场。好 ，OK， 大家看一下日本当地的草莓，哇，好大一颗哦！
有点带点酸味，但这个酸味呢跟这个甜味综合起来，哇，这个甜味非常的完美。来吃吃看猕猴桃什么味道？麦帅哥没有刀子，猕猴桃就有点酸了，属于有点偏硬的猕猴桃。好 ，OK， 那这个农特产品呢，我们就教到这里。麦帅哥要继续出发往人定川的，走 ，Go！ Hello， 各位小伙伴，麦帅哥终于到了这个中津峡谷的溪谷的入口了。大家如果有机会到人定川来玩呢，这个地方呢是必须要来的，因为它的精华景点就是这里。然后呢，不需要付费用，我们可以直接进入了。我们看到那个图就在这里。哇，他把这个步道架在这个溪谷里面，如果没这个路，大家怎么有办法在溪谷里面看到这个风景？在网络上，麦帅哥做了很多攻略，很少有这个中津溪谷从头到尾的爬山的过程。哦，中间有个神社。前面还有路吗？好，你们两个来带路一下。好可爱哦！哦，红叶瀑布，红叶瀑布在这里。现在麦帅哥来的时间呢是1月份，大家可以想象，如果这个是在10月份枫叶的时候，这里该有多少人？好喝吗？甘甜，甘甜哦。好，麦帅哥来试试看。不敢喝下去，不过真的味道还不错。好，下一个景点，好，我们现在经过这个一线天了。我们像一线天，它下面地的全部都是水泥地耶，石子路铺的好好的。哎呀，这路太好走了，真不错。而且这个景点居然还是不要钱的。这个就是那个目录上面介绍的。麦莉敢过去吗？可以哦。这个就是我喜欢在这边徒步健行的原因。这个东西如果是在内地啊或者台湾啊，根本是不可能有这种道路的。可是说实在的，这种道路好好玩哦，但凡你注意一点都不会掉下去。可是呢，景区就是因为怕人家不注意。所以呢，就失去了很多好玩的那个元素在里面。像各位看麦帅哥去那个恶魔之蛇跟圣坛岩，他也是都没有护栏啊。好，我们来到这雨桐瀑布。不过真的危险地方它还是有这个栏杆的哦，可能是这里摔下去会死，那里摔下去顶多残废而已。
像不像个马的头？哪一颗？这颗啊，哎，不是马，是那个卡皮巴拉，卡皮巴拉。有没有？你看这个嘴巴啊，那是它的眼睛，还有上面还有眉毛，你看哎，真的耶，是不是像卡皮巴拉？有点像那个感觉。哇塞，这个就很陡了，这个画面里面看不太出来，但是其实这个可能有60度了吧。不过呢，每个阶梯都是很好踏的。这里每个景点虽然都是50米、100米而已，但是呢，可能还是要点体力的。哇，完全镂空的吊桥哎，君应该不敢来吧？他应该回去找妈咪了。这洞很大洞哦，这真的哦。哇，最后一个这个景点石柱路不太好走，而且有点阴森，也没什么人，应该快到了吧？石柱在下面，看一下，哦，就下面这个啦。哦，好累啊！好，走吧。那小伴麦帅哥就完成了这个东京西湖的践行了。好，这是它的入口。前面这里呢，只有3个停车位而已。大家可以看到路上其实很多枫叶，这里其实是一个看枫叶的民所。我们现在在这里，刚刚呢，我们从下面上来，一路上都有很多停车场。那这里面呢，主要有几个景点，第一个是红叶桐，就是红叶瀑布，然后第2个是梧桐的桐，第3个是展望台，然后第4个龙宫的桐，第5个那石柱。这个景点其实非常友好，你稍微有点体力，手脚好一点的都可以。但是如果呢，你是行动不方便的呢，其实大家可以走到这个第2个景点雨龙的桐这里就足够了。好，那如果你是中度的爱好者的话，你可以走展望台到龙宫的桐。那你如果是手脚非常便利敏捷的，你可以走到石柱。大家可以看那个石柱最后那个路不太好走，它的路是有点阴森的，所以如果不是很必要的话，或者你时间不够，这个景点其实你可以放弃的。麦帅哥把这整个景点全部走完，边拍摄边拍照片，大概花了2个半钟头。如果刚才说的1跟2的话，1个钟头绝对足够，因为到2的话30分钟已经差不多了。这个西湖的风景虽然说不是什么大山大水，但是它能够把这个步道呢架在这个溪流之中啊，其实非常的漂亮。好，那等一下可能会去一个农场，然后就要回到神户了。那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。好，各位小伙伴大家好，来到这个西岛园艺区了。哦，这里是当地一些卖花的，还有卖一些种子，还有一些农特产品的地方。麦莉姐姐，你要吃那个哈密瓜吗？好，来，我们来买哈密瓜，走。麦莉，你看这里，你想吃哪一个？吃个哈密瓜的吧。哈密瓜的这个吗？还是那个？这个。那这个啊，好。现在其实是1月份，但是它除了这个冬天的水果草莓以外，它还可以吃到夏天水果哈密瓜跟西瓜。好，盛宴。这里总共的餐点大概800块台币跟180块人民币。来放这里，我镜头看到的地方。好，来试试看。哎，你光吃冰淇淋干什么？吃这个。好。这哈密瓜好吃哦。好，刚刚买那个西瓜，我来吃吃看。冬天的西瓜到底甜不甜啊？这西瓜好甜哦，我以为冬天西瓜不甜，其实蛮甜的。它只是缺少的那种沙沙的口感，不虚此行。而且大家看这个吃西瓜的地方，鸟语花香，好漂亮哦。好。那麦帅哥这个景点玩完之后呢，大概是下午的4点多，快5点了。晚上还要回到神户。好，那我们就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